你可能已经知道，万物都是由被称为原子的微小粒子构成的，而每个原子都由被称为质子、中子和电子的更小粒子组成。你可能听说过原子很小，但我敢打赌，你从来没有想过原子到底有多小。答案是它们真的非常非常小。如果你要问原子到底有多小，为了理解这一点，让我们先问这个问题：一个葡萄柚中有多少个原子？让我们假设葡萄柚仅由氮原子组成，虽然事实并非如此，但葡萄柚中确实有氮原子。为了形象地阐释这一点，让我们将每个原子想象成蓝莓的大小。那么葡萄柚会有多大呢？它将相当于地球的大小相同。这真是太疯狂了！如果我用蓝莓填满地球，才会达到葡萄柚中氮原子的数量。没错。所以原子有多大呢？它真的很小。你知道吗？还有更疯狂的事。现在看看每个原子的内部，也就是蓝莓的内部。好吧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在原子的中心是一个叫做原子核的东西，它包含质子和中子，外面则有电子。那么原子核有多大？如果将原子想象成地球上的蓝莓，那么原子核会有多大？你可能还记得科学课上原子的图片，你看到了一个小点，箭头指向原子核。对，就是那些图片，它们并不是按比例绘制的，所以它们不太对。那么原子核有多大？如果你剥开蓝莓并寻找核，你知道吗？你将看不见它，它太小了，根本看不到。好的，让我们把原子，也就是之前的蓝莓，想象成一栋房子那么大，想象一个2层楼高的球。让我们在原子的中心寻找原子核。你知道吗？它几乎看不见。因此，为了帮助我们想象原子核有多大，我们需要将原子放大到一座足球场的大小。想象一个足球场的大小，你会在原子的中心找到原子核。你可以看到它，它将相当于一小块大理石的大小。不仅如此，如果我现在还没有让你大吃一惊的话，让我们再考虑一下原子。它包含质子、中子和电子。质子和中子位于原子核内部，几乎包含了原子的所有质量，其边缘是电子。如果将原子想象成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球，中心是原子核，边缘是电子，那么原子核和电子之间是什么？令人惊讶的是，答案是空白。没错，它是空的。在原子核和电子之间有大量空白区域。从技术角度来看，其中有一些电磁场，但就物质而言，它是空的。切记，这片广阔的空白区域位于蓝莓内部及地球内部，而地球实际上是葡萄柚中的原子。还有一点，还有更奇怪的事情。由于原子几乎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在原子核中，电子有一定的质量，但大部分质量都在原子核中。那么原子核的密度是多少？答案很疯狂，一个典型原子核的密度是每立方米10到17千克的4倍。这可能很难想象，用英制单位来阐释就是每立方英尺10到16磅的2.5倍。好吧，这仍然有点难以理解。我希望你接下来制作一个长宽高各1英尺的盒子。现在让我们以典型的汽车为例。汽车的平均重量为2吨，你需要在盒子里放多少辆汽车，才能让你的1立方英尺盒子具有与原子核相同的密度？是1辆车吗？2辆？100辆怎么样？不，答案要多得多，是62亿辆。这几乎等于地球上的人口总量。因此，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汽车，虽然事实是他们并没有，我们把所有这些汽车都放进你的盒子里，那将是一个原子核的密度。所以，如果你把世界上的每一辆车都放进你1立方英尺的盒子里，你才会得到原子核的密度。让我们回顾一下，原子真的非常非常小。想想葡萄柚中的原子，就像地球上的蓝莓一样，原子核极其小。现在看看蓝莓内部，把它放大到足球场的大小，原子核相当于中间的一块大理石。原子由广阔的空白区域组成，这很奇怪。原子核极高的密度，就好比把所有汽车放在你1立方英尺的盒子里，
我都说累了。订阅本频道，观看更多值得分享的课程，满足您的求知欲。